兄弟们，又到了熬夜看最恐怖影片的时候了。今天依旧是美恐系列死神蘑菇故事，发生在6个大学生身上。他们组队准备去爱尔兰的一个森林公园旅行游玩。据说那个森林里面有一种蘑菇，吃了这种蘑菇能让人产生幻觉，同时还能预知未来。很快呢，几个人就上了路。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，两对情侣分别是小帅和小美，大壮翠花，还有领头的大哥大姐。很快呢到地方了，完事这个大哥干了一件事儿，他呢要求所有人把手机都交给他保管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你看到那种蘑菇，完事你吃了会产生幻觉，你产生幻觉后可能会乱打电话，万一要打给警察或自己家人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小帅这块比较倔，不想给大哥，那大哥没办法，只能翻过来让小帅保管。随后安好帐篷，几个人开始去森林里采蘑菇了。众所周知，单独行动那肯定是得出事儿。我们的大姐不跟着大哥，自己一个人到处溜达着找，其他人家都是找个伴啥的，比如大壮跟翠花这块，他们呢找到了那种蘑菇，完事大壮刚想采就被大哥拦了下来。大哥告诉他，就是这种蘑菇，你呢可别随便吃，虽然能预知未来，但是能让你产生幻觉，弊大于利。但是我们注意到大哥走后，大壮的表情和动作。回到大姐这边，他呢也发现了这种蘑菇，也不知道就怀着好奇心吃了下去。然后大姐就进入了幻觉，梦见大哥在亲她，其实现实自己在浑身抽搐。很快大哥就找到了她，及时给她弄醒了，抱了回去。到了晚上，几个人围着篝火旁讲起了鬼故事。大哥说啊，在这森林附近有一栋废弃的福利院，据说那里面的人把小孩当狗一样饲养，不听话就打你，顶嘴呢就把你舌头割了。其中有一对双胞胎呢受不了了，逃了出去，不过很快就被抓到了。为了惩罚他们俩，先是给哥哥的脸皮剥下来，逼他套上麻袋遮住伤口，然后再当着哥哥的面给弟弟吊死了。愤怒的哥哥为了给弟弟报仇，有一次偷摸的出去采了3斤重的那种蘑菇，放在了熬汤的锅里。完事一夜之间福利院嘎了70多个人，但是有3个孩子还侥幸存活了下来，以至于这3个人去哪了就不清楚了。这家伙给另外4个人吓得，行了，你也别讲了，咱回去睡觉吧。旅行肯定有一对正准备办正事的情侣啊，大壮跟翠花俩人就准备办上正事了。这时候一道黑影划过，有人在偷窥他们俩。大壮一看这能忍吗？直接冲了出去，走到小帅的帐篷前，问问是不是这小子在偷窥他们俩。小帅一看呢，我在帐篷里睡觉，你他妈冤枉我是吧？直接上来就是一拳头。好在大哥大姐来了，调解过后，几个人就回去睡觉了。大壮这么一说，小美难免会对小帅产生怀疑，完事回到帐篷有点生气，就不搭理他。小帅一看呢，这倒好，被冤枉了，而且女朋友还生自己气了。完事一气之下出去把熬好的蘑菇汤全喝了，完事就产生幻觉了，开始在森林里四处溜达。在森林里面碰见了个美女，美女勾引着小帅跟自己走，半路上还碰见了个老牛，老牛呢开口说话了，告诉小帅不要去，那都是幻觉。小帅呢没听劝，执意要去，来到了一个废弃的汽车旁边，汽车闪了2下灯，示意小帅走过来，随后车窗摇了下来，美女就在里面。小帅表示自己的二弟很大，你这缝隙太小了。随后美女又把车窗往下拉了拉，然后就给小帅展示上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小帅手上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撮头发，这给小帅吓得直接回了神，然后就开始问谁在车里。只见黑衣人揪着小帅的二弟就给他抓了回来。从表情上来看，小帅十分的享受。随后小帅死于黑衣人的斧子之下，同时大姐也从睡梦中惊醒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大姐做的预知梦。这时候他急忙出去，来到了小帅的帐篷前，发现小帅没在里面，就开始在森林里寻找他，果然在不远处找到了他，随后把他叫了回去，送到了帐篷里。等到第二天，小美醒来，发现自己的头发让人剪了，而且小帅也不见了。随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另外几个人，几个人开始没当回事，但是又想起来手机都被他保管了，一看呢他没放在车上，肯定是都拿走了。完事几个人就分头去寻找。大姐这块正往前走着呢，突然停下来了，又开始产生幻觉了，看到前面有个黑衣人，然后他就叫着翠花跟小美赶紧一起跑。
这家伙拼命的往前跑，连口气儿都没来得及喘。等停下的时候，小美问大姐看见啥了呀，让我们跑这么快？大姐说，我看见了个黑衣人，而且昨天晚上做梦的小帅领盒饭了。接着大姐就坦白了，承认自己吃了那种蘑菇了。然后仨人又踏上了寻找小帅的路上。途中小美跟翠花因为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给吵了起来，直接上手了。俩人呢不小心滚了下去，小美看见了个人手，等扒下来这么一看呀，哎呦我操了，吓坏了，是小帅的身体。安慰小美的同时，大姐又察觉到那个黑衣人过来了，就安定好俩人，自己过去看看。果然大姐在不远处看到了黑衣人，就叫上翠花和小美，接着一起跑。跑的时候大姐不小心摔倒了，随后又预知到了未来。她看到了翠花找到了一个小木屋，向里面的人发起了求救。屋主让她进来了，经过聊天得知，这俩人就是当年存活下来的那其中2个孩子。由于两人长时间在森林里居住，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女人了，于是看到翠花后便见色起心了。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对，翠花急忙躲进了旁边的房间里。醒来后的大姐跑到了河边，在河边发现了翠花的包，显然她已经遇害了。回到大哥跟大壮这边，俩人也遭到了不明生物的袭击，就开始跑。很快大姐也找到了小美，俩人在河边还碰到了大哥他们，相约在废弃福利院见面。接着大姐把翠花遇害的消息告诉了小美，并且说大哥讲的故事是真的，具体翠花是怎么死的，时间呢往前倒，她呢从木屋里面跑了出来，似乎被什么东西逼到了树上。等这么一看，原来也是当年活下来的孩子其中之一，不过长时间自己一个人在森林里居住，变得野性十足了。接着两人同时放下了手中的武器，翠花从身上掏出了些糖果递给了对方。接着翠花的尸体出现在了河里，果然小美在河里发现了翠花的尸体。接着小美转过头问大姐下一个是谁，大姐说下一个是你，这给小美吓得直接跑了。同时大姐这块也预测到了小美是怎么死的，她呢被人摁到水底下溺死了。接着大姐手持斧子来到了福利院与大哥他们会面。大哥跟大壮在一个屋子里面躲着，看见大哥这边刺过来一个匕首，大壮被吓得想跑，大哥告诉他别离开这儿有危险，可大壮不听，执意要开门走。刚准备开的时候低了下头，看见个脑袋上套麻袋的人，随后大哥一回头，大壮人没影了，大哥这块还搁这瞅着呢。这给大哥吓得急忙从窗户上跳了下来，把腿给摔断了。同时大姐这块一直没找到他们，也跑了出来，正好就看见了大哥。随后大姐就扶着大哥往回走，这时候她说她又感觉到黑衣人来了，把大哥自己一个人丢在了一旁，自己拿着斧子上前去看看。大哥一个人待着肯定是有危险啊。看到大哥倒下后，大姐急忙跑了过去，奄奄一息的大哥说了句大姐我爱你，之后就领了盒饭。同时黑衣人也出现了，接着大姐就拼命的跑啊，黑衣人也在后边追。然后大姐跑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前面撞树上了，画面一转，警察跟救援队赶来了，大姐被救助了。然后生活在森林里的那2个人被当成凶手抓了起来。回去的路上，救护车上响起了手机铃声，医生看了看不是他的，这时候大姐发现原来是自己的手机响了。此时大姐的脑袋里面浮现了很多画面，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黑衣人，就是因为大姐吃了蘑菇后产生了幻觉，然后导致精神分裂，最后把所有人都给杀了。电影到此结束。